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不吹不黑，我给无名里的王一博打个分。春节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春节档的硝烟仍在继续，几部影片的票房仍然还在你追我赶，继续攀升。程耳执导的电影《无名》可以说是档期内争议最大的影片之一，其中主演王一博的表现更是成了漩涡中心，夸的骂的都有，讨论非常热闹。这也难怪，王一博是如今文娱圈的当红炸子鸡顶流小生，关注度本来就高，无名又是他第一部跟观众见面的大银幕作品，重要性可想而知。这几年鲜肉鲜花在业内和观众心中的评价争议多多，不少人都觉得流量们不会演戏，王一博大银幕首秀就进了万众瞩目的春节档，不光是才子导演程耳的顶级大制作，还要跟影帝梁朝伟飙戏，哪一点都足够吸引眼球了。今天咱们抛开各种场外因素，仅从无名这一部电影里的表现，不吹不黑，来谈谈王一博的演技。为了写这篇稿，驿站君还特意去二刷了无名，第一遍主要看剧情，第二遍就细看王一博了。先上整体评价，驿站君主观上认为，王一博和电影《无名》的基调风格基本统一，完成了他所饰演角色叶秘书的人物塑造，且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总体而言，算是经受住了大银幕的考验。但这样说有一个前提，就是绝对不能忽视无名导演程耳的工作。程耳的作品都属于导演手法调度远远大于演员个人表现的这一类，演员在他的影片里和故事、场景、造型、音乐等一样，都只是一种元素，用以实现他的艺术表达。他在片场肯定享有最大话语权，演员怎么演，台词怎么讲都在他的摆弄下进行。所以这次王一博呈现在无名里的状态，必定经过了程耳的精心摆弄和调教。怎么拍王一博，他哪个角度更好看，他怎么去表演效果更好，程耳一定花了很多心思。比如他在电影里的各种西装、风衣造型，结合精致的光影和镜头，确实非常养眼，且很有腔调。这也跟王一博的自身优势有关，个子高，官方180，头身比好，穿衣服确实好看。所以无名给了王一博和王传君两个高个子很多全身镜头，但像梁朝伟、大鹏就没那么多了，哈哈哈。王一博在片中说了普通话、上海方言和日语，驿站君只能听懂普通话，所以觉得他台词还可以。看新闻报道说他学台词挺快，说明他有一定语言天赋，这对演员来讲也是一个不小的优势。那么他的劣势是什么呢？首先，他虽然瘦，但脸上肉有点多，娃娃脸，面部留白比较多，在大银幕上看显得比较肿，可能做大表情也容易崩。再就是他的三白眼了，这也是被很多观众吐槽的。不过驿站君倒觉得他的三白眼还挺契合片中叶秘书这个角色的。除此之外，就是表演经验不足和偶像包袱了。经验不足，后天可以弥补，偶像包袱嘛，还得看他自己调整心态了。叶秘书在片中表面上是汪伪政府特务机关的一名职员、打手，其真实身份则是中共地下党成员。如何塑造这一角色表面的稳重、能干、暴力和内在的隐忍、坚定和理想主义，是表演上的一大难点。
我觉得王一博在隐忍和深情上做得还不错，主要体现在他和未婚妻方小姐张静怡氏的感情线上。方小姐是个天真单纯的热血革命青年，每晚在舞厅引诱日本兵，并将其带到偏僻巷子，由埋伏在此的几位男同学动手处置。叶秘书知道方小姐和他的小伙伴的秘密行动，一直暗中保护。他想劝阻方小姐，结果被对方误解成汉奸。片中王一博和张静怡有场吵架戏，戏剧张力还挺强。王一博把那种被恋人误解但为了革命不得不隐瞒的压抑和无奈演得比较到位。更重要的是，两人看起来还挺有 CP 感，估计以后 B 站会有很多这段名场面的剪辑。叶秘书得知未婚妻惨死后的崩溃，王一博又是哭又是剧烈咳嗽，演得没问题。最后跟杀害未婚妻的朋友王队长对峙时，叶秘书听到朋友从背后的开枪声没子弹时，王一博把他内心的情绪转换演出来了，一开始是震惊，然后是难过、愤怒相交织，一秒落泪。深爱的恋人被最好的朋友杀害，好朋友还想从背后杀自己，这个人物也太惨了。不过，驿站君觉得王一博表现最出彩的，还是他演出了身为卧底亦正亦邪的气质。比如他取代梁朝伟饰演的何主任，成为新晋主任时，一副野心勃勃的样子。还有他在卡车上冲着梁朝伟的邪魅一笑，威慑力十足，用手做出举枪爆头的动作，挑衅梁朝伟，被不少影迷觉得有股小丑的疯狂和邪性。在这一点上，他的三白眼反而成为一个优势，让这个角色显得更加正邪莫测，更有韵味。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王一博在片中的打戏很拼，观赏效果也很好。他学舞蹈出身，协调性、柔韧性比一般人好太多，以后不妨多拍拍动作戏，应该很适合他。总之，王一博拍一部《无名》的收获，比他此前所有影视作品加起来还要多。从演技的角度看，他肯定比之前的自己大大进步，但要说跟片中梁朝伟、周迅等其他演员比，差距还是很明显的。比如，程耳敢给梁朝伟、周迅长镜头和大特写。片中有一段梁朝伟劝降的长镜头，眼神、表情、台词无疑不太精准。更神奇的是，就算梁朝伟说的是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台词，但听上去特别有说服力。而周迅的大特写，则让我们看到了她连睫毛都在演戏。那场她和丈夫重逢的戏，镜头里她的脸、眼皮、睫毛都在颤抖，非常令人动容。这样的镜头，目前估计还不敢给王一博。当然，话说回来，作为一名表演上的新人，王一博在进军电影之路的第一步迈得还不错，但这离不开导演的调教。如果他想在演员这条路上走得更好，需要进一步丢掉偶像包袱，多思考，多读书，踏实进步。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